女房客以借厨房为由接近男房东，房东妻子归来，厨房内一场闹剧。上海的老石库门弄堂里，空气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和油烟混合的陈年气息。夏天的黄昏，夕阳从弄堂口斜斜洒进来，拉长了石板路上的影子。林师傅，就是那个男房东，正弯腰在自家厨房里忙活。他40出头，头发已有些花白，脸上是那种常年劳作留下的粗糙纹路，手里拿着把菜刀，笨拙地切着葱段。厨房狭小，灶台上堆满了瓶瓶罐罐，煤气灶的火苗跳动着，发出轻微的嘶嘶声。忽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轻柔却带着点急促：“林师傅，能借用下厨房吗？我的煤气罐又空了。”声音甜腻，像裹了蜜的糯米糕。那是新来的女房客小薇，她推门而入，一身紧身的连衣裙，头发散着，脸上化了淡妆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直勾勾盯着林师傅。林师傅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手里的刀差点滑落。他知道这不是第一次借厨房了，但每次他靠近时，那股淡淡的香水味总让他想起年轻时的那些模糊梦境。就在他犹豫的瞬间，小薇已经挤进厨房，肩膀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：“林师傅，您这葱切得真匀称，教教我呗。”他笑着，声音里藏着点说不清的暧昧。林师傅的脸红了，喉头动了动，却没推开他。门外，弄堂里的邻居们正闲聊着，风里夹杂着八卦的低语：“哎呀，那新来的小姑娘又去邻家借厨房了，这借来借去，怕不是借的厨房吧？”那一刻，林师傅忽然觉得厨房的空气热得像蒸笼，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慌乱和兴奋。林师傅叫林建国，本是这弄堂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年轻时在工厂做钳工，后来工厂倒闭，他靠着祖上传下来的石库门老屋出租房间为生。房子不大，3层楼，1楼厨房公用，2、3楼租给外来务工的年轻人。他老婆阿兰是个勤快的女人，比他小5岁，在附近的菜市场卖水果，早出晚归，风吹日晒，皮肤黑了，脾气也硬了。夫妻俩结婚20年，日子过得平淡如水，早没了当初的激情。林建国总觉得日子像这弄堂里的青石板，磨得光滑却乏味。直到3个月前，小薇来了。小薇本名薇薇，28岁，从外省来上海打拼，说是做淘宝客服，其实谁也不知道她具体干啥。她租了邻家3楼的小间，月租1500，带独立卫生间，但厨房得公用。第一次见面，她拖着行李箱，穿着高跟鞋，踩在弄堂的石板上，咯咯作响。林建国帮他搬箱子时，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，他没躲，还笑了笑：“谢谢林叔。”从那天起，他就开始借厨房。起初是借煤气煮面，后来借调料炒菜，再后来就借着借厨房的名义靠近林建国。林建国不是没察觉，但他没拒绝。阿兰外出时，他总觉得家里空荡荡的，小薇的出现像一股新鲜的风，吹散了那股陈腐的霉味。那天，阿兰去菜市场进货，说是晚上8点才回。林建国早早关了铺子，他现在在家门口摆了个小修车摊，修自行车、电动车。厨房里，他正准备煮碗面条当晚饭。小薇敲门进来，这次她穿了件低领的 T 恤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像刚洗过澡。林师傅，我又来借厨房了。今天想做个西红柿炒蛋，您有鸡蛋吗？他笑着，眼睛弯成月牙。林建国点点头，从冰箱里拿出几个蛋，递给他时，手指不经意触碰。他没缩手，反而握了握。林师傅，您手真暖和。那一瞬，厨房的灯光昏黄，灶台上的锅里水开始沸腾，咕咕作响。林建国的心也跟着沸腾了。他咽了口唾沫，低声说：“
小薇，你老借厨房，不怕别人说闲话？小薇转过身，靠在灶台上，眼睛直视他。怕啥？借厨房又不是借人。林师傅，您怕吗？他的声音软软的，像江南的细雨，淋得林建国心痒难耐。他没说话，只是往前迈了一步，两人间的距离只剩一臂之遥。空气中弥漫着西红柿的酸甜味，和他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。林建国忽然觉得，这厨房不再是那个狭小的空间，而是他隐藏多年的欲望之所。弄堂里的邻居们早就在议论了。老王婶，住对门的退休阿姨，每天端着茶缸在弄堂口晒太阳，眼睛尖得像鹰。哎呦，那小薇天天去邻家厨房借出花来了。阿兰要是知道，非得闹翻天。他对旁边的张大妈说。张大妈点点头，压低声音：“是啊，林建国那人看起来老实，骨子里头花着呢。听说小薇以前在老家离婚了，来上海找新生活。这借厨房，怕是借心吧？”这些话像风一样传开，弄堂里的人开始留意林家的动静。有人在微信群里发消息，今晚又看到小薇进林家了。阿兰还没回，群里顿时炸锅，表情包刷屏，八卦的火焰熊熊燃烧。林建国不是不知道这些，但他装作没听见。毕竟在这老弄堂里，闲话如影随形，谁家没点秘密？小薇的过去其实没人真正清楚。她来上海前，在老家小县城结过婚，丈夫是个赌徒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她离婚后带着点积蓄北上，租了林家的房。起初她只是想安静过日子，但林建国的出现让她看到了机会。她虽不富，但房子是自己的，在上海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值不少钱。更重要的是，林建国看她的眼神让她觉得被需要，那是一种久违的温暖。她开始有意识地接近他，先是借厨房聊天，后来分享些小零食，再后来偶尔诉说心事。林师傅，我老公以前老打我，我怕男人，但您不一样，您稳重。他这么说时，眼里总有泪光。林建国听着心软了，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爱过一个姑娘，但家里穷，姑娘嫁给了别人。从那以后，他娶了阿兰，日子安稳却无味。小薇的出现像一剂药，唤醒了他沉睡的激情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薇借厨房的次数越来越多。阿兰不是没察觉，他几次早归，看到小薇在厨房里和林建国有说有笑，心底生疑。但他没发作，只是多问了几句：“小薇，你自己的厨房咋不用？”小薇总笑眯眯回：“阿姨，我的煤气总坏，借您的，不介意吧？”阿兰嘴上说不介意，心里却像扎了根刺。她开始留意丈夫的举动，发现他最近爱哼小曲，衣服也穿得整齐了。一次，她在菜市场听到邻居闲聊，林家那事怕是要出幺蛾子，她心一沉。回家后，冷着脸问林建国：“你和小薇到底啥关系？”林建国慌了，支支吾吾：“没啥，就借厨房。”阿兰没信，但他选择忍，毕竟日子还得过。闹大了，脸面丢尽。林建国开始回避阿兰的目光，夜里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小薇的影子。小薇也越来越大胆，一次借厨房时，她故意撒了油在衣服上，脱下外套，只剩内衣。林师傅，帮我擦擦。她这么说时，声音颤抖。林建国的手抖着，擦拭时触碰到了他的皮肤。那一刻，他的心跳如雷，厨房的蒸汽模糊了视线。他想推开，却又舍不得。门外，弄堂的猫叫了一声，像是预警。阿兰的怀疑越来越深，他开始早归，几次差点撞见。一次，他在门外听到里面笑声，推门而入，只见小薇在切菜，林建国在旁指导。
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味道。他没发作，只是说：“小薇，下次自己修煤气吧。”小薇笑了笑，走人了。但那晚，阿兰和林建国吵架。你当我瞎啊？他天天来，眼睛都粘你身上。林建国否认。你想多了。吵架后，两人冷战。林建国心虚，找小薇诉苦。小薇安慰他：“林师傅，阿姨误会了，我们清白。”但他的手却轻轻握住了他的。弄堂的舆论像病毒扩散。老王婶在群里发：“林家要出事了。”阿兰脸色难看得很。有人回：“小薇那狐媚样，早看出来了。”这些话传到阿兰耳朵里，她的心如刀绞。她开始跟踪丈夫，发现他和小薇在厨房的互动越来越亲密。一次，她看到林建国帮小薇系围裙，手停留太久，她忍着泪回家后默默哭了。小薇的动机其实复杂，她不只为钱，也为情感。她老家离婚后孤独惯了，林建国的温柔让她上瘾，但她知道这是不对，却停不下来。林建国也一样，欲望如火，烧得她理智模糊。她开始幻想，如果阿兰不在，该多好。但她又愧疚，阿兰这些年为家操劳，她怎能背叛？在那天晚上，阿兰说去进货，其实早早藏在弄堂口。小薇又来借厨房，这次她带了瓶酒。林师傅，尝尝我老家的酒。他倒酒时靠得很近。林建国喝了口，酒劲上头，胆子大了。他拉住她的手：“小薇，你知道我话没说完。”小薇吻了上去。厨房里，锅里的水沸腾，蒸汽升腾，两人纠缠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门砰的一声开了，阿兰冲进来，手里拿着菜篮，眼睛红了。“你们在干啥？”她尖叫，声音刺破夜空。闹剧开始了。阿兰扑上去抓小薇的头发：“贱人，你勾引我老公！”小薇挣扎：“阿姨，你误会了。”林建国慌了，拉架：“阿兰，别这样！”三人扭打成一团，厨房的碗碟砸碎一地，油瓶倒了，地上滑溜溜的。阿兰哭喊：“我为你操持家20年，你就这样对我？”林建国愧疚，却护着小薇：“是我不对，别打她。”小薇哭了：“我没想破坏你们的家，我只是孤独。”邻居们闻声赶来，老王婶带头：“哎呦，打起来了！”张大妈叫：“快拉开！”弄堂乱成一锅粥，有人录视频，有人劝架。阿兰气急，甩了林建国一耳光：“离婚！我要离婚！”小薇趁乱跑了，留下厨房一地狼藉。事后，弄堂的舆论沸腾，微信群里视频传开，林家厨房大战，房东夫妇打小三。有人同情阿兰，可怜阿兰多好的人；有人骂小薇狐狸精；有人笑林建国老牛吃嫩草。吃出事了，林建国关在屋里不出门。小薇收拾行李准备走人，阿兰去了娘家，哭诉一切。几天后，林建国去找小薇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害了你。”小薇摇头：“是我们不对，但我喜欢你。”林建国心痛：“我不能离婚。阿兰跟我这么多年。”小薇走了，留下空房间。阿兰回来了，两人相对无言。林建国说：“我错了，原谅我。”阿兰叹气：“原谅，心碎了，怎么补？”但他没离，日子继续。林建国开始帮阿兰干活，弥补愧疚。弄堂的闲话渐渐淡了，但那道疤永远在。小薇去了另一个城市，偶尔想起那厨房的暧昧，心有余痛。她明白了，借厨房借来的不是爱，是祸。林建国老了些，头发白了更多。他时常望着厨房发呆，感慨人生的灰色。阿兰坚强了，她知道婚姻不是童话，是忍耐和原谅。故事就这样结束。在上海的老弄堂里，日子如旧，风吹过，带走些许尘埃，却留下了人性的痕迹。